全球动态手势。城市 SUV 你肯定是进不来的。哎，现在形成个交叉轴，我们就直接干拔。不行，疯狂劳胎！完了，今天晚上要陷在这儿了。这台车绝对是今年奇瑞星途的王炸车型，新纪元 ET。这台车静态体验网上都有了，所以咱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全球动态手势。今天的测试呢稍微有些不一样，咱们做一个全路况的体验，包括越野体验，还有城市道路体验，看这台车开起来感觉到底怎么样。第一个环节呢，我们就先来体验一下这台车它的越野表现到底怎么样。可能有人会说，我一台新能源 SUV， 我为什么要去越野呢？很简单，如果是我的话，买这么一台车，我周末的时候肯定会想带着家人去露营啊，江边玩一玩，那你肯定会走一些烂路了。所以这一台车它的离地间隙以及它的四驱性能表现到底怎么样，这个就非常关键了。然后我们这里是漓江旁边的一个越野公园啊。出发之前呢，我们先来简单设置一下，有越野模式，还有个性化。我们看个性化的话，这台车很厉害，就是对它的动力模式啊、转向啊、悬架高度、悬架的阻尼度都可以调节。然后我们把悬架高度开到最高，看一下这台车的表现到底怎么样。走。这个越野公园里面的越野路段还是比较难的，城市 SUV 你肯定是进不来的，因为它有很多的深坑，然后有大水坑、交叉轴之类的。这台车是有空气悬挂的，我们刚刚调了最高位置，它的悬挂可以提升50毫米。这样一来的话，它的悬挂高度离地间隙是来到了230。水坑230毫米的离地间隙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这样能够保证我们在过这些烂路的时候，你的底盘、你的电池、护板这些不会被磕到，能够保证你行车的安全性。另外一点就是我们把悬架高度调到最高，然后悬挂阻尼呢调了软一点，所以过这种路面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车身会更舒服一些。这一段就是连续的起伏抛跳路面，咱们速度快一点，走你！在车内，其实它对这种连续的抛跳处理的很好，就是你抛跳起来的时候，能够把整个车身给拉住，然后你下沉的时候，避震又能够支撑住整个车身，所以这一套避震的调教，对于这么大体型的车型来说，哇，做的真的是挺有高级感的。我觉得刚刚的路段的难度都不算高，所以接下来我找了一个特别有挑战性的。然后这边是一个很深的深坑，我要把这台车从这儿开到坑里面去，再从坑里面去爬上来，看看这台车在形成交叉轴的时候，它的四驱的动力分配以及电子限滑表现到底怎么样。我感觉还是有很大难度了，特别的滑，咱们慢慢的下。哦呦，现在形成个交叉轴。没问题，慢慢来，走你。OK， 交叉轴上来了。这个坡下面是有很多的烂泥，我们就直接干拔，来，走你，打滑，走你，不行，疯狂劳胎，走你。哇，这个车配的是公路轮胎，所以对这种泥地的话，抓地力是不足的。咱们再试一次，来，走你，就差那么一点点，完了，今天晚上要陷在这儿了。OK， 再来一次。这次我们稍微带一点速度看一看，走你。
很陡，然后在中间的时候，它的底盘并没有被占住，所以它的离地间隙是完全 OK 的。然后作为一台家用的这么大的 SUV， 能够走这种烂路，我觉得它的越野性能还有四驱能力表现已经是足够优秀了，完全没问题。越野道路咱们玩了之后呢，再来说一说这台车在日常驾驶的表现到底怎么样。首先印象很深的点就是这台车的车厢隔音做的真的是挺棒的。为什么呢？很多车可能也会用到双层夹胶玻璃，但是比较耍滑头就是它的前排会用，然后后排是不用的。但这台车前排、后排车窗以及前挡风玻璃都是用了双层的夹胶玻璃，而且特意看了一下，夹胶的厚度还是比较厚的。然后再加上车辆的一些其他隔音棉啊，还有隔音的静音轮胎，这些让这台车整个车厢确实非常的安静。你知道，车厢一旦安静，那整个车内的这种静谧感、豪华感、高级感就出来了，这个是印象特别深的一点。OK， 第二点就是什么？这一台车的动力性能啊，咱们切换个模式体验一下。运动，这台车呢是双电机四驱版的车型。来，准备3、2、1，总力。就是这么恐怖！你知道这台车他们官方的零百加速成绩多少吗？3.8几秒，就是一台5米长的 SUV 纯电车，然后它能做到3秒级的加速，动力性能真的是非常夸张。然后底盘调教这一块呢，刚刚除了越野模式，它还有节能、舒适、运动，还有个性化。当我们在公路行驶的时候，可以把它的底盘高度降到最低，这样在跑高速的时候能够降低这台车的风阻，让这台车在高速的时候开起来也更稳一些。实际体验它的底盘要比我们之前买的理想 L7 底盘的高级感更足一些，它是挺舒服的，也足够厚重，但是它的灵活度相对更好一些。这种变现的感觉。然后另外就是它也有舒适刹车的比如像理想 L7， 当我们刹车的时候，它会有明显的点头动作。这台车你看，刹车、加速、刹车，尤其是刹车的时候，整个车头下沉量是非常少的，让你感觉起来舒服，对吧？就不会那么容易的晕车。总体来说，这台车驾驶感受我觉得表现还是挺不错的。关于智驾这一块呢，这台车是有激光雷达的，所以它能够支持更高阶的智能驾驶。不过目前为止，这台车的智驾并没有推送，所以智驾这一块咱们就不做体验了。内饰部分呢，我就简单说几个亮点。首先，这个心动吧台确实很有创意，而且也比较实用当我们向后推的时候，看见没有？如果车位比较窄，我们主驾驶可以从这边出来。另外就是，如果家里养宠物狗、宠物猫的话，小狗可以蹲在这里，也是挺不错。然后下面这一块呢，可以预留，以后你可以去装一些电冰箱等等这些周边的设备。另外一点就是这台车的座椅，零重力座椅非常好的一点就是它把一键放倒和收起来专门做了物理按键，这个我希望其他的新能源车也能够好好的学一学。另外就是它整条座椅的这种包裹感、舒适性，还对腿部的衬托都能够给到一个非常高的评价。而且后排居然还是电动调节的，不仅靠背角度调节，还能够前后移动。所以如果你想要更大的后备箱空间，座椅往前移；如果你想要更大的第二排空间，座椅往后移，也是一个非常实用而且挺灵活的座椅布局。第三点，可能很多人没有提到，就是这台车的内饰用料，他们宣传的是零甲醛，所以坐在这里的话，一台新车居然没有任何异味，我觉得这个对于一台家用车，对于奶爸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最后我们来做一个总结，从产品力上面来看，这台车加速性能很强吧，而且它的操控感觉相比理想的车型呢做得更好一些，底盘的调教，还有空气悬挂，再加上 CDC 电磁减震器呢，对于不同路面的舒适性和兼容性做的都非常好，这个是它的核心优势。最关键的是它在于家用的属性舒适大空间这一块做的也很棒，所以新纪元 ET 目前来看产品力是很强的。另外就是它的增程版车型会搭载奇瑞的 1.5T 第5代混动张发动机 ，WLTC 工况油耗是5.2升，那相比理想 L 系列车型呢，油耗又会降低了很多。除此之外，智驾这一块我还没体验到，到后期我再拿着车型跟大家去深度体验一下。综合来看，新纪元 ET 在各方面的产品力表现
真的是挺强了。最后我们来做一个价格预测，你们觉得这台车的价格卖到多少钱合适？留在评论区。